这时不少人感到非常苦闷，大家都想找寻刺激，于是娱乐场所的生意立势百倍，最显著的就是舞厅。本来租界上的舞厅不过10多家，到了这时，好似雨后春笋一般，平添了几十家。不但晚间有晚舞，下午有茶舞，中午有餐舞，最奇怪的是，有几家舞场还举办晨舞，竟然一清早就有人在这些舞厅开始砰擦擦地跳起舞来。除此之外，有一部分人认为这场战事中国没有什么希望，不声不响，钻头密缝地找门路去当汉奸。群筹蠢动炮户登场，日本人在813战事爆发之前，已经收买了许多汉奸，从事破坏活动。初期被吸收去的人，很少知识分子或知名之士，即使是正当商人，也不肯为虎作伥，认贼作父，干这些勾当的只是一批地痞流氓。日军占领了上海东郊各乡各镇各县之后，所到之处都出现了所谓地方维持会。这些组织起不了大作用，只能欺压同胞。等到接收了整个浦东一区之后，日军就想到要组织一个上海市政府，同时还组织了一个类似党部的群众机构，定名为新民会。会员多数有手枪，所以最初的一个时期都是新民会的世界。日本人的想法虽很周详，但是附和的人多数目不识丁，只会贩毒或是些一向从事杀人越货以及盗窃的下流分子。日本侵略军开进上海市区，上海全部沦陷。日本人给上海市政府定了一个新名称，叫做大道市政府。这大道2字是根据《礼记·礼运篇》之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而来的。就字面来看，他们认为可以博取中国大部分老百姓的拥护，但是一经发表，中国人都笑起来，因为大道2字的读音同于大道，认为大道市政府就是许多大道组织的市政府。大道市政府市长的人选完全由日本人支配，选了一位苏希文当了市长，炮户登场。可是这个市长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来历。到了后来才知道苏希文是一个台湾人，因为他肯听话，又精通华文华语，所以被看中了，当上大道市政府的第一任市长。市政府设在浦东的东昌路。第一任警察局局长卢英，虽说本来是南市警察局的侦缉队长，但也声名极坏。他的工作就是捕杀良民，凡是不肯和他同流合污的，即被指为抗日分子，要捕要杀，为所欲为。我有一个老朋友，本来是卫生局的一名小职员，平素很爱杯中物，从前常跟我到高长兴酒店饮酒，彼此无话不谈。在战争时期，好久没有见到他。一天，他忽然带了4色礼物来送给我，而且衣饰惶然，气宇轩昂。他告诉我，他已经当了大道市政府卫生部门的高级职员，奉命来和我打交道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心里觉得很不自在。我说，你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何以要在大道市政府中当一名小盗呢？我的语气实在是说他在大道之下当小盗。他也明白我这句话，当堂做了一个苦笑。他说，只为了要吃饭，为了要活命，什么事都要做一下。老朋友，请你不要取笑。我说，做这种事并不是单为吃饭活命，老实说，总有一个野心，想靠此发一笔大财，所以才肯落水。他说，真是给你一语道破，
但是时势转变，老兄也该跟着潮流走，逆流而行是走不通的。我说，对，做这种事情的都是聪明分子，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是你老兄的人生哲学。他听了我这句话便说，你的话是讲得透了，但是归根结底，一个人总想发财，所以才走上这条路。我说，一个人有了财，还要有势，有了势可以满足一切欲念，现在归附到这一个圈子里，是最能以财仗势，作威作福的。这些对白虽很简单，却可以代表当时所有汉奸的心理。狐群狗党初期汉奸，日本人在上海收买的汉奸，初期是一些无恶不作的流氓，最有名的是常玉清。他是一个不识字的奇人，生长在南京，所以能说一口南京话，手下有1000多个徒弟，都是窃盗绑匪和打家劫舍之流。他是一个吃肥的大胖子，拥有许多不义之财，但是没有职业，恐怕被人轻视，于是就在北泥城桥平桥路口开了一间规模很大的浴室，用大观园3字作为浴室的名称。这间浴室每天自早到晚，总有300-400人出入，在浴室内大家都是袒胸露腹，肉搏相见，本来没有什么稀罕，但是用大观园为名，稍有知识的人看了都为之失笑，认为这个命名的人颇有些幽默感。日军方面给他一个使命，就是在闸北个地段预先租了好多房屋，他的徒弟们就潜伏在那里，在战事最激烈期间，负责燃放真假信号弹，攻击日军作为攻击目标。对日军来说，它确实有些作用。这种信号弹在夜间红红绿绿直射天空，令国军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威胁。苦于这般小汉奸东流西窜，不知从何查起，一时也真奈何他们不得。直到国军撤退之后，日本人论功行赏，常玉清成为日军旗下的红人，终日盘踞在日本军部所在的北四川路新亚大酒店中。他占着一间办公室，声势不可一世。日军培养出来的汉奸大都是这一类流氓，文人极少做他们的走狗。只有一个知名的人物叫于大雄，他本是日本留学生，最初在望平街的神州日报社担任日文翻译，但是当时的中文报很少采用日本的特写稿件，而且该报日出一大章，篇幅很少，于大雄无法发挥他的才干。于是他建议每3天出版一张小报，加在神州日报中附送，名称用京报2字，这是表示3日一次的意思。京报编得很精彩，渐渐改为独立发行，销数竟远远超出神州日报。京报着重社会上的内幕新闻，执笔的都是一流文人，如张丹甫、钱介臣、袁寒云、毕以红等。于大雄善于奔走拉稿，所以